我是 Sabrina， 今天这一集呢是一个超重头戏，我们要帮这株大女王呢换新家，因为她现在的水苔已经完全住不下了，所以我特别请来了国林师傅，要帮她今天在最不伤害她的前提下呢，帮她换上新的大水苔。所以这一集啊，我觉得是非常多的秘技藏在里面，大家我们一起往下看 ，Let's go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在帮它换板之前呢，就要把女王这两只旧手都直接修剪掉，因为它们也都老化了。大家再来看得来咯。今天呢，就特别请来国林师傅帮我们做这一个手术，因为女王的难度真的很高。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要把它拆下来，我们是直接用它原有的高度下面去补水苔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这个原本是旧的木板钉在新的板材上，对。那怕久了这个旧的木板会烂掉，那钉子可能会脱落，整个掉下来。我们待会会用这个非常粗的尼龙线，它寿命蛮长的，我们直接跟植株把植株跟背板整个绑在一起，就算木板烂掉，它也不会掉下来。那我们先准备一个长的铁线，待会要来把这个尼龙线穿过植物。这是我觉得最酷的，因为之前怎么绑都觉得很难固定，然后是看到你们这样从中间这样穿过去绑住了，才觉得哇，一劳永逸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啊，就是没有要换新的板，那原板的话后面的空隙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锁上这个网子，让我们等下再绑水苔的时候比较好绑。先打一个结，把线穿在这个白铁线的后面。哦，很像在缝衣服的感觉。对，那从整颗植株的中心穿过去。那它旧的脸其实是非常硬的，有点像骨骼的样子。那你把它穿过去，你也不要害怕说伤害到它。这是我觉得最有趣的。我觉得它每次看起来其实都很脆弱，但是真的要剪啊，或是要穿，都觉得它真的是很硬，韧性度很高。那我们总共大概会以几条线为基础？多穿几根没关系，我大概会穿个3到4次。所以我们穿完一次打一次结吗？不用。不用。那主要是你要跟那个后面背板的要绑在一起，然后尽量把它拉紧，绷紧。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伤到新脸的前提下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针不直就很难用了。对啊。哇，精华就是这个刺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用一般我们那种细的钓鱼线根本是不行的，那个太细了。这个是100多磅的钓鱼线，深海钓大石斑用的。这种100多磅的钓鱼线贵吗？这个不贵啊，不贵。或是也可以买那种白铁线，你这个线的寿命要耐久一点，因为这个女王的寿命蛮长的。毕竟鹿角蕨没有寿命的年限。中间有一些比较硬的戒指，可能很难穿过去。看起来很像在做抽脂手术。它感觉中间是有一整块那种。可能穿到旧的板子还是什么？对，很像它下面那个旧的木板。通常我们女王大概有一个程度大，换板通常就是板子不拆，都是直接绑在心内。这个真的没有国林师傅来救场，我们几个出来了。这一集真的很有趣，第一次觉得鹿角蕨上板其实可以像缝衣服一样。我就不怕它以后掉下来。所以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只要补我们的椰丝。那我觉得蛮酷的就是啊，我们家补女王都不是用水苔，反而是用椰丝。因为女王到一个大小，她其实不喜欢太潮湿的戒指。我们这次用女王不是用水苔，是用椰丝，是因为这个保水度呢相对来没那么高，但是它同样是一个戒指，可以让它们做生长。然后还有重点就是这个一个使用之前呢，一定要洗2次，就是先泡水1个小时，洗2次，要不然它渗出来的色素呢会残留在页面上，会看起来像沾到槟榔汁，很丑很丑。但我们这已经洗过4、5次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撇步。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脸可以把它做高一点，那直接塞很容易伤到脸，我们找一块类似这种有护背的比较硬，然后可是它又是软可以变形的东西，慢慢的往内塞，那我们待会往里面塞戒指，比较不会伤到这个脸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要去把它这个脸弄破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它旧脸虽然我们刚才讲很硬，但它新脸其实很脆弱。对，新脸很脆弱。那你如果这张脸不包的话，它长出来，它这边会凹下去一个很大的酒窝。酒窝。那我们今天这样包的话，可以撑多久？我们可以撑到它这个超出这个板子的大小，我们再来更换。2年可以吗？2年差不多。差不多。
工程。里面如果旧的营养液，有些地方妨碍到我们浇水，还有开水胎，像这个旧的这一层可以把它修掉。这边里面其实，在头部的上面其实蛮空的，那它原本塞的一些很粗的木块，那这个都已经很松散了，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些介质进去。那记得我们女王不喜欢太潮湿，所以我们来调配一下介质。我们会大概水苔跟椰块1:1的比例跟我们平常上板完全不一样，刚好很像一个太极。水苔可以保持水分，然后椰块又有充足的间隙，然后让里面不会太潮湿。然后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再给它补充一些反效肥。你这个女王这么大哈，我们可以放心一点，大胆用个30-40颗，30-40颗，没关系。因为里面没办法绑，所以一定要有比较长纤维的水苔。那我们来塞这个介质，比较不会有松掉掉下来的机会。所以不可以用那种太糊的水苔。然后尽量手要伸进去，往这个头部，把脸跟介质中间这个缝去塞。很多人的女王里面都有住松鼠、住蛇，要伸进去之前检查一下，真的蛮适合的，这空间看起来很温暖。那最上面我们可以用椰签把它稍微铺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脸后面，像这个地方也是空空没得支撑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塞就不要用水苔跟泥块，我们都改成用椰签。所以说最底层的那个铺好之后，上面还要再铺很多的叶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脸跟脸中间有些空隙很大，我们不要塞水苔，多塞椰丝。那这个主要是让它的冠往上挺的时候有个靠支撑，不要让脸往后整个贴下去。可以塞看看吗？好，感受看看它那边。就要包前半部的话，我们找出一个我们要做的大小的圆形。所以水苔还是用到一点。可以这个下半部塞水苔，路人甲乱入，吃瓜群众乱入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外面这一层的比例应该是椰丝跟水苔是水苔1，椰丝3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全部都椰丝的话，其实我们在浇水的时候水很快就流掉，你还是要有一点水苔吸一点水，让它可以储存。那椰丝你可以尽量把它一坨拿起来，尽量摊平，然后再把它铺上去。哦，其实跟我们水苔上板感觉一样，可以压一压，然后再铺上去。它是这样一坨一坨的。一坨一坨的。大家如果来到鹿角蕨温室啊，很多客人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女王下面这个触感不一样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秘技，用这个椰签，超级好用，就再也没有黑脸的问题了。现在看起来很蓬，那待会线绑上去以后，其实它会蛮贴的，所以尽量可以再蓬松一。就跟我们在上板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基础的时候都可以再做高一点，因为绑下去其实它压缩的程度。对，那这个又比水苔压缩的程度很大。刚刚这个地方，我们只是需要把它更高一些。来哟，大家来哟，这边看一下。用手指头，或是你可以找个器具，把这个椰丝慢慢往里面塞。但这个酒窝的部分的确是稍微有点困难。对，我看它有点定型。因为它这边有点硬化了，它的形状大概固定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塞一点。那你可以用2只手压看看，两边的厚度是不是一样？跟大家小分享，那这个椰签呢，还有用在什么品种上面很适合？就是用在我们的亚洲猴脑或是非洲猴脑这2种特别怕水伤烂根的品种，超级好用。猪肉营业养活也很适合。对，猪肉营业养活也很适合。我觉得好像这种真的是比较怕烂根的那种品种，都可以用这个来替代。对。那我们这个在哪里买得到？一般资材行就有。一般资材行就有了。那1包1公斤，我们刚刚那1桶大概是1包的量。你用椰签的绑法很难一次就把它包到固定位，因为太厚的话它很容易松弹开。我们会先拉线，对，先把它绑有点固定形状，然后再来补。那这么大颗，我们在固定用的螺丝要选长一点，这个是1寸半的螺丝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主螺丝这样是直着进去，然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倒退，然后再倾斜4次。用手把它压进去，这个要蛮多固定点。通常其实我们一般中小的感觉4个固定点就够了。今天这一集大功告成，谢谢我们的国林师傅，我们在完成这个高难度的。再过2年再把它换更大，换一个超大的。我现在是等它脸长出来一点点，我就要赶快来扣奥运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有很多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，那我们都一一为大家解答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谢谢各位师傅，拜拜。